一根蜘蛛絲救不了地獄眾生，卻扯下了覆蓋在神壇上的傲慢面紗。佛陀給犍陀多的似乎不是救贖，而是一場任何一個凡人都不可能通過的高標道德測試。地獄眾生被迫相互爭奪那一點微小的救贖希望，一旦失敗，只是證明他不配得救。犍陀多為他所犯下的罪行而承受地獄之火，理所當然，只是佛陀的慈悲在蜘蛛絲斷裂那一刻，似乎更接近於偽善的測試吧。現在就讓我們走進日本文豪芥川龍之介所寫的蜘蛛之絲的故事吧。清晨，佛陀世尊獨自在極樂淨土的寶蓮池畔散步，池中白蓮盛開，花心金蕊飄香，極樂世界安靜明亮。世尊站在池邊，透過澄澈的池水，看見蓮池之下正是地獄最深處，那裡有冥河、刀山劍樹、黑暗陰森，罪人們在血池中受苦掙扎。世尊看見一名叫犍陀多的男子，犍陀多生前是殺人放火、無惡不作的大盜，但他也曾做過一件小小的善事。有一次，他走在森林裡，看見路旁一隻小蜘蛛，本想一腳踩死，卻忽然想到蜘蛛雖小，也是一條生命，便放過了陀。世尊想起這件善行，決定給他一次脫離地獄的機會。恰好淨土中有一隻蜘蛛在蓮葉上吐出銀色蛛絲，世尊便取下一縷蛛絲，從白蓮之間垂向地獄深處。在地獄血池中，犍陀多正痛苦沉浮，忽然他抬頭看見一根銀色蛛絲從黑暗上方垂下，心中大喜，認為只要抓住它往上爬，就能逃出地獄，甚至進入極樂世界。於是他緊緊抓住蛛絲，拼命向上攀爬。爬了許久，他筋疲力盡，只好停在半空休息。往下一看，血池和刀山劍樹已遠在腳下，他以為自己終於有了得救的希望。可是他很快發現，蛛絲下方竟有無數罪人也跟着往上爬。犍陀多驚恐地想，這麼細的蛛絲，連自己一人都未必承受得住，怎能承受這麼多人？於是他大聲怒吼，宣稱這根蛛絲是自己的，命令其他罪人立刻滾下去。就在他喊出的瞬間，蛛絲從他所在之處斷裂，犍陀多旋轉着墜入黑暗深淵，又重新掉回地獄血池之中。世尊在寶蓮池畔靜靜看完這一切，臉上露出悲憫之色。犍陀多只想自己逃離苦海，毫無慈悲之心，因此失去了唯一的救贖機會。極樂淨土的蓮花依舊盛開，金蕊送香，彷彿不受地獄悲劇影響。此時，極樂世界已接近正午。蜘蛛之絲常被解讀為善惡只在一念之間。犍陀多在人間時曾因一念之善而沒有踩死蜘蛛，後來在地獄中又因一念之惡喊出這根蜘蛛絲是我的，於是重新墜入地獄。但一念之間的轉換豈是我們凡人能輕鬆掌控？所以這種解讀角度有點高高在上了。這一念之間的差異能讓人超凡入聖，而我們都只是凡人。犍陀多的自私是凡人的必然，而佛陀隨意拋出的救贖似乎更趨近於魷魚遊戲那種婦人惡趣了。故事一開始，佛陀在極樂淨土的寶蓮池畔散步，這個場景極美，白蓮盛開，金蕊送香，清晨寧靜。然而池水之下卻是地獄最深處，這個對比非常尖銳，上方是香氣、光明、蓮花，下方是血池、黑暗、刀山劍樹。佛陀不是走入地獄，而是在極樂世界的池畔觀賞地獄。也就是說，他和受苦者之間隔着一層清澈的水，也隔着無限的距離。地獄對佛陀而言更像在看電視。地獄裡有無數罪人，但佛陀只挑中了犍陀多。理由是什麼？因為犍陀多曾經放過一隻蜘蛛。這件善行與犍陀多一生殺人放火、無惡不作的罪惡相比，是如何觸動佛陀的憐憫，讓人不解。而佛陀的信手拈來，卻讓罪與罰失去了標準。所謂的慈悲，更像是佛陀在散布時心之所致的小遊戲罷了。於是，一場考驗人性的魷魚遊戲啟動了。救贖的蜘蛛之絲就在眼前，所有人都想逃出地獄的泥沼，豈止犍陀多一人。佛陀居高臨下的俯視這場競賽。現在的犍陀多必須蛻變成是一個聖人，他才有可能通過考驗。
這更像是一場以救贖為名的殺戮遊戲。這讓我想起每年的繞境活動，總是會發生肢體衝突，甚至互相傷害。是神明不慈悲嗎？還是人太過貪婪且自私？每一個人都相信這根蜘蛛之絲是為我而垂下，所以我有權把別人一腳踢開，因為我才是天選之子。面對生存危機，犍陀多的反應與地獄中其他人如出一轍。這根蜘蛛絲會不會斷？自己會不會重新墜落？在極盡折磨、極端恐懼的地獄裡，人的慈悲心本來就被壓縮到最小，佛陀卻用一根細絲要求一個地獄罪人展現無私，這本身就帶着殘酷的矛盾。這個故事表面上懲罰犍陀多的自私，一旦你細思，窺見的卻是救世主的中槍做事。佛陀在高處觀察、垂思、觀看結果，犍陀多在下方求生、恐懼、失敗，兩者的位置完全不對等。佛陀擁有選擇權、觀看權與審判權，犍陀多只有抓住蛛絲的一瞬間機會。當犍陀多失敗時，佛陀只是微露悲憫之色，然後重新踱步走了。這種悲憫盡顯偽善本色，因為犍陀多的所作所為本就不配被救贖。如果善惡到頭終有報這句古諺是成立的，本故事中的佛陀世尊因犍陀多的小善而垂下的蜘蛛絲，不過是對重大惡行的嘲諷罷了。